大家好，这里是陌上美国，我是 Lydia。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1898年，黄金德告美国政府，结果为所有的移民争取到了落地生根美国公民的机会。那是一个里程碑的华人的历史，亚裔的历史。那么，过了100多年之后，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篇章，在过去7、8年的时间内，亚裔主导的对美国教育界的一些不公平的政策，比如把肤色看得重要进行大学录取，实际上形成逆向歧视这些事情，我们华人在中间参与，而且还成为了中流砥柱的力量。这后面有很多能人志士、各种社团、社区互动的成果。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大家很熟悉的活动家赵宇坤先生。赵先生您好。好，您好，谢谢给提供这个机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您。然后今天呢，我们知道现在亚裔诉哈佛和 UNC 案现在已经走到了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么今天我们邀请您，就希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案件在过去几年的这个发展，然后您和您的组织在其中起到哪些的作用，就是现在走到了哪个关键的步骤，需要大家一起来更加努力的参与。谢谢大家。从徘徊法案开始，都用这个以种族为依据的政策一直在歧视我们亚裔。那么在1988年的时候呢，亚裔就已经开始申诉哈佛。后来就是说，2006年到13年之间呢，有3个亚裔孩子都申诉，但是一直都未果，就是没有重大的成就。这时候呢，美国的学生公平组织以 Edward Blum 先生呢领导的这个组织呢，开始起诉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因为这2所大学呢是用这个种族因素为主导来歧视我们亚裔的孩子。他们呢，就是说，布拉姆先生呢，就是聘请了美国顶尖的律师，很多是给大法官做过助手这样的律师，然后集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呢，就是在他们发起起诉的时候呢，媒体呢就攻击他们，攻击布拉姆先生。在这时候，我听到了这个是 NPR News 采访之后呢，我们和这个李春燕教授和欧阳了涵先生呢就想起，就是谈到我们那时候我们包括现在吧，政治力量非常微薄，我们要集资几百万聘请美国顶尖的律师来起诉哈佛，这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消除这个歧视，我们受歧视最深，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最发起的就对哈佛的申诉，联合了64个组织。那么这个官司打到现在，这个学生公平组织呢已经阅览了16万份的哈佛的这个申请材料，发现了很多歧视证据，然后通过在这个波士顿地方法庭还第一上诉法庭，这就经历7年的就是这样的抗争吧，现在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现在最高法院呢有什么好处呢？有个什么好的机会呢？现在最高法院有6位的保守大法官，都是坚持美国宪法的。美国宪法不认为任何种族应该不受到歧视，不认为种族因素这样呢是在我们宪法这个一种就是说是宪法的基础，而是人人平等。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很有希望，就是达到就是说消除这个种族因素，一劳永逸的解决亚裔被歧视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就很多的我们的家长和学生积极的加入，积极的支持。听您这么说呢，就是这个过程走到这一步呢，也非常不容易。而且现在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有这个天使美国高院大法官的比例呢，是对告哈佛和 UNC 案看起来应该还是会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呢，现在更重要的就是说临门一脚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社区更加积极互动起来。那么您刚才提到需要更多的家长和学生的来参与，能不能再具体的展开说一下我们需要做哪些？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起诉哈佛和这个北卡大学呢，这个案子呢，并不是说让亚裔学生或家长当这个 plaintiff 去控告，不是我们不是作家，但是是以学生公平组织这样的组织发起起诉的。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呢是学生和家长呢，就是说来参与，就是加入这个学生公平组织，为了保持我们在法律上的这个合理性。
那么就是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呢，我想就是在讲这之前呢，我要阐述一下。很多人说呢，哎，我孩子不考哈佛，那是不是就不要关心了？不是这回事，因为在美国啊，所有的大学都是利用哈佛的录取模式，利用种族因素在歧视我们的华人。所以呢，如果把哈佛这个案打赢了之后呢，所有的学校，你们的孩子的申请都会容易了很多。那么这样的话，种族因素一不被考虑的话，我们凭我们的成绩，凭我们的课外活动、领导能力，这个义工，我们就能够就是有这个机会平等的对待了。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讲到就是条件呢，我们需要2类，就是说朋友呢加入。一个呢就是说，现在你们有孩子在高中，但是你们会顾虑孩子就是在申请哈佛，或者就是将来申请哈佛的时候呢会被歧视。那么这样的话就符合条件，这样的家长可以说千万，对吧？我们的孩子那么优秀，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今年申请了哈佛，被不公正拒绝的。这个不公正呢，并不说是你要不要想呢？我的条件可能不够，不是条件不够，要看什么条件？要看和其他族裔比较。就是如果你们的社区你所看到的，一个其他族裔的非裔的西裔的孩子跟你同样条件，他能不能上？如果他能上，你不能上，那就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呢，就是这2类呢，就是家长和孩子呢，要在这关键的时候加入学生公民组织，因为这个案子在今年10月份就要受审理，明年6月份就判案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学生公民组织临门一脚，我们才能够获得公平。我们现在已经是在输了几十年，我们被歧视了几十年，那么现在就是要这一临门一脚，把这个比分扳回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子孙后代就一劳永逸的就不受这个歧视了。有的家长呢会顾虑说，我们的亚裔呢各种生活条件是不错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抗争了？是不是给非裔和其他族裔呢有一定的就是照顾？其实呢，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说择优录取是美国的建国原则。如果我们不把不合格的孩子呢，就是说塞到这些学校之后，占了名额，他们自己反而学不好。如果医生出来的话不合格的话，我们敢不敢去让这些医生动手术？如果是飞行，就是说驾驶员，或是选了不合格，我们敢不敢坐这飞机，对吧？择优录取是美国的建国原则，这不能损害。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我们支持的时候是帮助他们把中小学教育搞好。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在中小学上这一方面给那些以前就受歧视的族裔，包括我们华人以前也受歧视，对吧？如果是贫困的孩子，给他们一些帮助，帮他们提高，给他们多做点补习班，这些我们是就是说，就是从心里是赞成的，这样呢才能帮助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就是说城市中心呢，由于一些政客，他们不愿意解决那些社区的犯罪率高、这个失业率高、还有吸毒率高、家庭破裂等等问题，那么就导致中小学落后，他们就相当于治表吧，不治本。其实我在这一点上面恰好也经历过这种观点立场的转变。首先呢，其实非裔、西裔他们本身，他们的大部分人并不喜欢这种肤色照顾、族裔照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去看这个政策，它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真的就照顾到了非裔、西裔最需要照顾的那部分，也就是说贫困线上下的那个最需要帮助的这波人，反而呢是让那些他们的非裔精英和政客阶层从中间拿到了很多很不成比例的好处。我就举个例子，美国现在这个副总统 Kamala Harris， 其实他不是那种非奴的后代，他父亲是牙买加移民，那么往前面推，他祖上往前面推几代人，可以有一个镇，整个一个城市都是他们家下面由他们管，所以他们就是这种精英阶层、有权有势的阶层。他们的祖先不仅不是那种受压迫的奴隶阶层，反而是真正去贩卖黑奴。即使是非裔、西裔社区，他们真正受到照顾的，更多的也不是他们这些平民孩子、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所以对他们这种政策也没有实质上把这个社区的这种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所以我很同意，就是应该从基础教育就开始，而不是到了这种高等教育的时候，突然用这种政策来降低标准。
因为学校你毕竟还是要有一个自己根本性的定位，你到底是个福利组织还是一个择优录取？而我想，学校主要的功能还是应该是为社会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择优录取。因为这就是一个零和游戏，你照顾了一些肤色，那么必然有另一些肤色要受到损伤。那么这些就想受到最大损伤的，其实就是亚裔平民家庭的小孩，那种普通中产家庭，他们那么努力，结果却要因为天生的这种肤色和族裔而得不到公平的录取机会，这样对整个社会，对我们社区都是很大的伤害。那谢谢您说到这个要点。您刚才所说的非常正确，在2005年的时候就有一项调查，其实这哈佛照顾的是40%是新移民的家庭，他跟我们的条件一样，是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还有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精英家庭，真正美国土生土长的受过奴役的这些家庭呢，非常之少，这是一个事实。二个事实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了个评论文章，就是说在平权法实施那么多年，非裔和西裔他们在就是美国名牌大学的代表率比25年前还更低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平权法就是说没有治本，对吧？就是说就是治表不治本。那么就是实际上呢，未能提高就是非裔和西裔的基础教育，所以这个呢是非常之重要。现在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所以叫行百里半90，这要更加付出大家的这种心血和努力。也谢谢赵先生等所有的这些志愿者和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间坚持不懈的付出。有些朋友呢会担心会受到报复。那么我想告诉大家，美国有很多法律反对打击报复的。那么我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在我的孩子2016年的时候申诉了藤校，还有 Michael 王在2013年的时候申诉藤校，他们后来在大学期间找工作都是没有受到任何报复的，他们都找到非常好的工作，就是薪水非常高的。从这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还有一个呢，你们就是如果就是加入了学生公平组织之后的话呢，你们只需要写1页的，相当于一个叫 affidavit， 相当于一个宣誓的这1页纸，填写一下你们孩子的名字啊，你自己的就是说基本状况，就是说我反对被歧视，大概就是这么样。那么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因为你不是就是说起诉人。那么就是更重要的呢，你的名字只有就是说学生公平组织的历史看到，还有哈佛的历史看到，然后呢，哈佛学校的校方都看不到你的名字，也看不到你孩子的名字。公平组起诉哈佛到现在，没有任何个孩子的名字被暴露，对吧？这是一事实，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这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强调一点呢，如果你有孩子上高中的，还有如果你将来的有年轻的或很小的孩子，如果你帮助这个一劳永逸的把这个种族因素去掉了，你自己家庭可以受益。即使你没有这样的孩子，你为子孙后代造业，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所以参与这个事情，我为什么那么7年来坚持不懈的支持学生公平组织？这就是要想做一件就是自己未来觉得骄傲的，但就是若干年后看到我们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孙子的时候，可以骄傲的告诉他们，我为你们的平等教育权益做了一件事情，我参与了，你们也能参与。谢谢。对，您说到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其实这个案子包括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的导向，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什么爬藤啊这些。您看，就包括您本人在内，您的孩子已经早就大学毕业，然后也有非常好的工作。一方面，其实在告这些藤校歧视中间呢，也并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迫害和打压。另外一方面，也说出一个很实质的问题：您们出来做这些事情呢，主要还是看重对美国社会健康和引导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更为公平的这种教育环境，从这个角度再出发，而不是真的是为了什么藤校，那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真的什么沽名钓誉很少的现象，但是经常就被那些反对我们做这些事情的那些宣传给过度的放大。其实这个活动，我想告哈佛、告 UNC 为教育平等争权，之所以能受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你看在深蓝的加州和华盛顿州都能打赢公投，都能取得胜利。其实呢，本身还是因为它激起了大家的共鸣。你大学的那个定位呢，其实就是应该是为社会输送人才。那么这要是择优录取是非常重要的。把肤色这些因素加进来呢，只可能带来更多社会矛盾。把这个，尤其是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你用这种看肤色、看族裔，很容易挑起种族大战。都知道文革的历史，那么那个时候用阶级作为一种搞群众斗争的因素，你现在如果换成肤色、种族，那其实对美国是一个分崩离析、伤害这个社会的事情。就是因为有很重要的这一点的话，所以就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包括藤校父母的家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利益牵涉了，他们也会愿意来支持这种案子。这就是说明，只要我们抓住的是方向是对的，那越来越把那些抹黑打压的声音给辩论，把他们给去伪存真，让更多人来支持。所以非常谢谢您的介绍。谢谢您刚才这个鼓舞人心和这些言语吧。我呢想强调一点，在美国呢，其实呢73%的美国人都是支持我们的立场，就是大学录取呢要择优录取。这是在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调查，只不过说有些偏左的媒体误导以为就说大家不支持我们的立场。其实73%的美国人，包括绝大多数的黑人、西裔和这个华人、亚裔都是支持我们的立场的。二个呢，我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怎么样就是加入学生公民组织呢？去访问，就是可以就点击访问他们的网站，叫 studentsforfairadmissions.org。还有呢，就是说可以跟 Bloom 先生呢 ，Edward Bloom 先生呢直接打电话，他的电话呢是703-505-1922。就是符合条件的家长和学生呢，可以跟 Bloom 先生直接打电话。就是说，整个所加入的费用就10块钱，就是终身的会员费，就是不会有更多的经济上的这个要求。我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帮助这个学生公民组织把这一仗打下来。打下来之后，我们子孙后代就不会再受到歧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除此之外呢，美国亚裔教育联盟就是我的这个组织呢，正在联系呢，鼓励所有的亚裔组织加入我们向最高法院递交的一个叫非当事人陈述，英文叫 amicus brief。那么在去年的话，我们联合了300多个组织加入了我们的陈述，让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看到我们亚裔的呼声。今年呢，我们希望把这个战果扩大，争取有这个更多的组织加入。这个呢，可以拜访我们的网站，就是任何在美国合法登记的组织，不一定是政治组织，都能加入。这个呢是受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所以像我们就是 501c3 都可以加入。那么只要认同我们的理念，你们组织不需要出钱，就只要认同我们在陈述上所写的内容，就可以签名加入。这请在5月5日截止日之前加入，这是支持学生公民组织的第2步。好，那就谢谢大家。